嘉靖36年10月，汪直率领大军进犯东南沿海，可他此次前来的目的是商讨招安。可浙江的民众以及官员并不买账，这些年来他们受够了倭寇的侵扰，他们并不知道汪直前来究竟是带着诚意还是欺骗。浙江沿海戒严了，时任浙江巡按御史王本固上书表示，胡宗宪的做法会大患于东南。汪直很气愤，他带着自己全部的心腹前来，换来的却是明朝的另眼相看。他让他的儿子带话道：我们奉诏而来，为的便是止息兵戈，安定边境，如今沿海却戒备森严，难道胡宗宪之前是在欺骗我吗？胡宗宪左右为难，他没想到汪直将招安的事情当真了，他还没有做好拉扯的准备，对方已经投降了。可眼下朝廷是不可能给汪直什么正经的待遇的，能不能留下一条性命都不好说。苦思良久，胡宗宪打算使用他从兵法上学到的苦肉计，他找到了汪直的另一个儿子，让他写信劝汪直放弃抵抗，立即投降。汪直回信说道：儿子，你太蠢了，你父亲我在这里，他们就会优待你，而我一旦上岸，全家便会同归于尽。现在汪直并不信任胡宗宪，所以他附加了条件，让朝廷派出人质，自己才会继续谈判。胡宗宪则派出了之前联系徐海的夏正，汪直则派出了自己的养子汪敖，还有叶宗满随着方大中和蒋周一起去找胡宗宪。胡宗宪是见过汪敖的，再一次盛情款待，他们就像多年未见的老友一般，把酒言欢。二人全部喝大了，睡在了一个房间。此时汪敖发现胡宗宪的桌子上有份奏书，上面写着请求朝廷招安汪直。汪敖大喜过望，第二天便带着录好的奏书和夏正返回汪直大营。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份奏书是胡宗宪事先安排好的。与此同时，胡宗宪檄文诸部武将联络起部，以防逃逸。汪直在看到胡宗宪的奏书之后有些动摇，而且他眼看周围的明军将领一个一个环伺周围，跃跃欲试，自己这么强撑下去也不是什么好办法。于是汪直决定孤注一掷，登岸面见胡宗宪。胡宗宪竭尽全力地安抚汪直，并且准备将奏书上书嘉靖皇帝，希望让汪直去手术边关。但在人的一生当中，有些事情是由不得自己的。虽然在胡宗宪这里，汪直已经招安，但在朝廷，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样是正确的做法。结果就是汪直在到了杭州之后，之前上书过的王本固直接将汪直关进了监狱，而社会舆论也说胡宗宪是接受了汪直等人的贿赂。胡宗宪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也是徒劳，明哲保身是他唯一的选择。第二年，汪直被问斩。汪直临死之前留下遗言：死无一人，恐苦两浙百姓。至此，浙江沿海大乱10年。1558年4月，赵文华倒台，胡宗宪为了保住地位，向嘉靖帝供上一只白鹿，大获圣心，不仅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加官进爵。1559年3月，于大猷被捕入京。此前朝中盛传，倭寇南下进入福建是由于胡宗宪与倭寇串通，胡宗宪则是怀疑同为福建籍的于大猷泄密，加上于大猷为人处事并不圆滑，不被严党所起。但是于大猷又通过陆炳的关系向严世蕃行贿3000两黄金，得以免除死罪，发配大理。同年年中，汪敖率领部队从舟山突围，随后开始进攻福建。此外，同年8月，江北的倭寇被总兵卢唐、副总兵刘显等人消灭。1561年夏，戚继光取得台州大捷。同年，浙江总兵卢唐消灭浙江温州、宁波等地的倭寇，浙江沿海倭寇终于平息。而在倭寇平息的同时，首辅严嵩致仕。11月份，胡宗宪被捕入狱。嘉靖皇帝念其抗倭功绩，说道：胡宗宪并不是严党，不要因为他给我贡献祥瑞，你们就弹劾他。胡宗宪因此免于一死，削职为民，返回原籍。1565年10月，胡宗宪再次被捕入京，随后在狱中自杀。因御史汪儒在查抄罗龙文家产时，发现了一份胡宗宪和严世蕃联络的信件，以及当年为了招抚汪直伪造的圣旨。胡宗宪再次下狱，自辩无果之后，
自杀身亡，死前留下绝命诗：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这就是胡宗宪的一生。名门之后，28岁出仕，53岁身死狱中。在严嵩致仕以后，他失去了靠山，凭借嘉靖皇帝的圣眷，暂且免于一死。但是徐阶上台之后，不可能不清算他这位曾经统领东南并且行贿受贿的总督。原本在嘉靖皇帝和胡宗宪的配合之下，这段历史很可能成为一段广为流传的君臣佳话，但却由于种种原因，佳话最终变成了悲剧。纵观胡宗宪领导的抗倭战争，他克服了地方财政困局，摆脱中央干预，统领东南。而且在抗倭过程当中，所有出彩的文臣武将，除了于大猷之外，都是胡宗宪亲自发掘提拔，最后功成名就，青史留名。而且实际上，如果不是胡宗宪的决策，戚继光的戚家军也早早就会因为募兵制度的问题而胎死腹中。而且胡宗宪一开始就针对不同的敌人制定了严格的平倭方略，因为王本固杀死汪直而被迫流产，才与倭寇势力全面开战。但是他依然能够有效地组织军队，统领全局，最后取得胜利。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却在狱中自尽，难免会让人唏嘘。可胡宗宪选择的就是这样一条路，从嘉靖皇帝钦点他到浙江担任巡按开始，这条路就注定了。因为在严嵩专权时期，想要获得权力，就必须与其深度合作。他选择与赵文华一起诬告前任总督，以此为投名状，换取统领东南军政的机会。不难发现，胡宗宪在施政的过程中会使用一些手段，但在他担任总督之前，他的仕途几乎是没有污点。倭寇平定之日，就是胡宗宪下狱之时。所以当卢虞七流4大总兵能够在正面战场歼灭倭寇的时候，胡宗宪的结局也就注定了。但是我好奇的是，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是不是一定要走这样一条路？以胡宗宪的智慧以及他深谙的为官之道，就算不寻找严嵩这个所谓的靠山时，在嘉靖朝通过正常的升迁，也能换来不错的职位和名声。所以我更愿意相信，就在嘉靖皇帝一纸调令将他调往浙江担任这个所谓的牵制天下首目的巡按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出了决定，那就是无论用什么方法，他都必须要根除倭寇，哪怕是要选择一条死路。所以他才会立下谋此情，不擒王直、徐海进东瓯，誓不回京的誓言。毕竟如果是为国事而死，他胡宗宪就是忠臣。而且纵观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有这样思想的人士也并不在少数，更何况胡宗宪还是一个家世显赫且亲身经历过山河破碎的人。他去选择自亏气节，走谋国不谋身的路也并不奇怪。而胡宗宪是不是也可以不选呢？当然可以。其实对于当年的官员，不选才是人之常情。因为在嘉靖皇帝营造的群臣争权的局面下，更多的官员为了自保，也就宁愿看着大明朝最富庶的东南被那些为了谋取个人利益而与外籍海盗同流合污的所谓的商人弄得满目疮痍。在400多年前的明朝，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建功立业的机会摆在胡宗宪的面前，是加入严党配合赵文华，诬告不足以成事但是名声很好的张经李天宠去搏一搏自己出任浙直总督的机会，还是转身离去留下气节，做一个上不愧君父下不负黎民百姓的巡按御史？是非曲直，善恶中间，都在他胡宗宪的一念之间。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我想当时胡宗宪的脑中可能会想起这样一句话吧：我大明两晋13省，疆域万里，子民百兆，治大国如烹小鲜。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喜欢，可以点赞加关注，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